干爹，现在是我们的2人世界。灵娇啊灵娇，老子拼命赚钱给你，可你……李伟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在这里听爽了吧？李伟，也不能怪我，你全身除了那块破玉佩，一件值钱的都没有，我只能让干爹包养了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。臭小子，骂我，去死吧！我的祖传的神龙玉佩怎么飞起来了？本神龙的后代竟如此落魄，今日便赐你一双神眼，能够透视万物，看清他们的价值，逆袭人生。李伟，婉儿姐。我竟然能看到墙的另一边。看来那条龙真的让我拥有了一双神眼。李伟，你女朋友的事儿，婉儿姐都知道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等你好了，我介绍我的闺蜜给你认识，她可漂亮了。婉儿姐，你先放开我，我快喘不过来气了。不好意思。你确定你没事吗？我确定我没事了。你没事就好，我给你叫个车，你先回去，我要去潘家园一趟。潘家园是最大的那个古玩市场吗？我现在有了透视神眼，刚好可以去捡漏搞钱，打脸那对狗男女。哦，婉儿姐，我也想去散散心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好。帝王绿原石价值100万元，这是价值100万的极品帝王绿，这么好的石头居然被老板用来压摊位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不如我去趁机拿下。婉儿姐，咱去看看吧。好。哟，小伙，随便看随便挑。老板，你这块石头多少钱？哦，这块啊，3万，开出来赚的钱肯定能翻个倍。价值0元的石头也敢拿出来卖几万，看来老板也不识货。哎呀，3万这也太贵了。嘿，我看你是来找茬的吧？啊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就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买。老板，你压摊位的边角料卖不卖？多少钱啊？李伟，这石头都没人要，我们还是别买了吧。没事儿，我看着喜欢。看来是个不识货的，正好坑他一把。5千，100，3000，最多300。嘿，你找茬呢是吧？哎，那行，我去别地儿看看去。哎呀，看你有缘，这块石头300块钱给你了。反正是压摊位的破石头，能直接赚300。成交。果然是个不识货的。价值100万的翡翠原石是我的了。这不是我前男友李伟吗？被我甩了就故意跟踪我，想求我原谅你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干爹才是我的真爱。见过自恋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自恋的。谁是来跟踪你的？我呀，是来赌石的。你不会想着300块买的破石头开出什么料子吧？赌石？就你？我没听错吧？怎么，我来赌不行吗？李伟，我劝告你一句，赌石这个行业靠的是眼力，不是什么废物都能行的。就是，我就是觉得能出率。你还真是不自量力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跟你打个赌。这小子看好啊，赌什么？就赌这个料子能不能出好东西。只要里面能开出价值10万的货，我花双倍买。如果出不来，你就滚远点，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他们疯了吧？我可是有透视眼的，已经看到里面的翡翠价值100万。好，我跟你赌。
我手里的石头可是帝王绿，赢这对狗男女太简单了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李伟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没必要跟他们赌。哎，怕了就乖乖认怂，我们不会笑话你的。就是穷光蛋一个，还敢赌？婉儿姐，你放心，我呀心里有数。好吧，既然你心里有数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那就现场开石吧，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老板，请帮我现场开石。你确定要现场开始？我确定。能出货不？估计够呛。就这破玩意儿，开不出什么好东西。就是。哦，这，我去，这不是一般的石头，这里面有极品的帝王绿，这价值至少100万啊！你什么极品帝王绿？花300块钱买的料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竟然真的开出了极品帝王绿，今天啊，可有眼福了！按照赌约，你得花200万买下我这块石头。李伟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怎么，这可是你们提出来的赌约，难道要不认吗？就是，大庭广众说出来的话，能不认吗？就是。赵四海，你不信守承诺买下石头，以后没人跟你做生意。就是，不就是200万吗？我给还不行吗？哦，银行卡到账200万元。昨天我还是送外卖的，今天就用300块赚了200万。哼，我们走。慢走不送。走，算了吧。怎么？哎，李伟，你眼光可真好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啊？这个嘛，我只是对赌石略有研究而已。哇，你这已经不是略有研究的水平了。哎，正好，我公司现在就缺你这样一个人才，我给你提供本金和分成，你帮我看宝贝怎么样？哎呀，这还是算了吧，婉儿姐，我还是喜欢自己给自己干活。那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哎，不过呀，作为朋友，帮你长长眼还是没问题的。我就知道你够意思。那行，走，陪我去趟琳琅阁。琳琅阁？琳琅阁是潘家园最大的古玩交易行，里面有龙国最大最多的宝贝，我公司的原料都是从这里挑选的，没有 VIP 还不让进呢。琳琅阁有意思，正好进去看看宝贝。哎，那还等什么呀？我们走吧。走。哎呦，这不是刘婉儿小姐吗？我这里刚到了一批新品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真不愧是潘家园最大的古玩行，这装修真气派，藏品也都不错。赝品价值1万块。没想到这琳琅阁里的东西也有假货。李伟，这位是董成，琳琅阁的分阁主。您好。哼，年轻人，我劝你脚踏实地，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，而不是想着怎么去傍富婆。董阁主，你误会了，李伟是我请的鉴宝大师，不是那种关系。没事儿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。那就不说了。婉儿小姐，您看您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哎，这宝贝好漂亮。婉儿小姐果然是好眼光，这个是我们店新到的唐太宗御赐贞观3年鎏金摩羯纹银壶，漂亮的很呐。如果把这个卖回去，我公司的展览就能开起来了。董阁主，这个我要了，多少钱？不贵，也就500万，买了再转手卖出去，稳赚不赔呀。婉儿姐怎么就看上这个赝品了？婉儿姐，等一下，这壶是假的啊？这壶是假的？臭小子，竟敢说我琳琅阁的东西是假的！我这琳琅阁的东西都是经过顶级的鉴宝师鉴定过，才运到此处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眼力比我们的鉴宝师还好吗？如果这种假货都能拿出来卖，那你们的鉴定师水平也太一般了吧？你好，今天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董叔，谁在闹事儿啊？哟，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来看看我未来的老婆吗？王虎，谁是你老婆？别不要脸！你谁啊？敢站在我女人旁边？你胆子不小啊你！
我叫李伟，我婉儿姐说了，她跟你没关系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你污蔑了琳琅阁，不需要琳琅阁出手，我自己就能废了你。污蔑？我可没污蔑，这东西确实是假的呀。好，如果是假的，我就花500万给你赔个不是。但这东西要是真的，老子就废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李伟，王虎这个人心狠手辣，绝对不是说说而已，你可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婉儿姐，我来替你教训他。我说这银壶是假的，你们说是真的，不如你们说说为什么是真的，我来一一反驳。好，那你听仔细了。第一，这宝贝器型饱满，这浑圆的线条正是盛唐的气象。不错，但盛唐的饱满并非雄剑中的饱满。来，你看这里，这弧度太过圆润流畅，像是现代的曲线规划出来的，而并非匠人千锤百炼的生机。这个弧度确实不符合历史。这小子有点东西啊，不过没有绝对象征，万一是侥幸呢？哼。第二，看这底下的铭文，贞观3年少府监造，8个字清晰夺目。有此铭文，此壶便是板上钉钉的太宗御赐之物。这破绽呢，就在这贞观3年的官字最后一笔。大家仔细看，这贞观3年官字的最后一笔，笔锋过于轻灵上挑，有一种外拓的洒脱。这种笔意是到了宋代才逐渐出现的书写习惯。你说，一个唐代的工匠怎么会在制造国之重器时，用了100年后才流行起来的笔法？这小子说的居然是真的。如此细节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这太可怕了！你的眼力竟然比我琳琅阁的顶级鉴宝大师还要强大！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。王虎，愿赌服输，按照赌约呢，你得给我500万。你，王虎，本以为你是个男人，没想到是个孬种，说了500万，想抵赖？不就是500万吗？老子赔就赔。银行卡到账500万元。多谢。李伟是吧？我记住了。哎，李伟，王虎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你要多注意点。没关系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过几天啊，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自信的男人身上确实有一股别样的魅力。好了，咱不说这个了，我再给你挑几件古玩，当你公司的展品。好，我相信你的眼力。董阁主，现在我可以自己挑宝物了吧？可以。李伟，你帮我捡漏的这个瓶子，真是帮了我大忙。小事一桩，说这个干什么？那我今天亲自下厨，请你吃顿好的。婉儿姐，你亲自下厨，那太棒了。你先坐。婉儿姐的身材也太顶了吧！今天多喝点，喝尽兴。婉儿姐，你真漂亮。别说，吻我。不会吧？李伟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婉儿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这傻小子，暂时不要跟我妈说，我妈那个人非常势利，我怕她乱说话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向她证明我有实力娶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一张鉴宝会的邀请函，
这里面的宝贝鱼龙混杂，但却有很多稀世珍宝。你眼力好，要不要去看看？鉴宝会，昨天一天我就用透视眼赚了700万，今天我要赚的更多。好啊，这鉴宝会我去定了。哦，不愧是高端拍卖会，发家致富，700万变7000万，就在这里。谁呀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撞我们家老板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看不长眼的是你们吧，我就站在这没动。你知道你惹到谁了吗？这位可是王氏集团的总裁王海燕小姐。王海燕，王氏集团总裁。我记得赵四海的老婆就叫王海燕，也是王氏集团总裁。我竟然这么巧遇到赵四海老婆了。这位就是王氏集团的总裁王海燕，那他旁边那位应该就是他的助理李丽了。早就听说他们霸道万分，这人今天惨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李伟。李伟，好啊，你就是我老公说骗他200万的那个李伟。哎，什么叫骗呀？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赌约，跟我赌时输了200万而已。好，我王海燕记住了，你也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吧？我们走着瞧。哼，走着瞧。哼，狗眼看人低。兄弟啊，你得罪了王海燕，他在拍卖会上肯定会针对你。就是啊，你给他道个歉赔个罪，大丈夫能屈能伸嘛。只有没实力的人才需要卑躬屈膝，女人而已。我迟早让她跪在地上给我唱征服。兄弟有志气，佩服。几点了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哎，李伟，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你还真敢来。李伟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你今天呀，1分钱都别想赚，只要是好东西，我都要。你呀，就等着捡我不要的垃圾吧。我有透视眼，谁怕谁？各位请安静，现在我宣布，琳琅阁私人鉴宝会第12届正式开始。真不错。好，终于开始了。下面出现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宫廷乾隆御赏白玉浮雕盘螭纹品。刚上来就是这么厉害的拍品，这次拍卖会有点东西啊！好漂亮啊！这玉，这脂粉感，这雕工，盘螭动态凌厉，云纹层次分明，完全是乾隆宫的风格。这紫檀底座也是典型内务府造办处做工，一上来就放王炸，不愧是琳琅阁的鉴宝会，这格局不是其他地方能比的。青白玉浮雕盘螭纹瓶，让我的透视眼看看这东西到底值不值钱。白玉浮雕盘螭纹瓶，高仿品，现场这么多鉴宝高手，业界大亨都没看出来这是个高仿品，可见这东西的造假水平太高了。不过幸好我有透视神眼，这个垃圾还是留给他们抢吧。各位，由于我们此次拍卖会的藏品都是即拍品，所以我们拍卖会不对真假负责，一旦付款概不退货，请大家仔细鉴别真假。规矩我们懂，快开始拍卖吧。就是，快开始吧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第一个藏品起拍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现在开始起拍。700万，800万。李伟，你是不是没有钱？就是来看看呀。如果你现在可以跪下来，把我的血舔干净，那我倒是不介意借你点钱。就是，识相的话，赶紧给我们王总下跪道歉。如果到时候还不了也没关系，来我们家当几年的司机就行。我去给你当司机，笑话。我看你是不知道我的本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打个赌怎么样？哦，怎么赌？我们各自挑选一件宝贝，看最后谁的价值最高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跪到地上跟我道歉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如果你赢了，我就花10倍的价格买下你的藏品。那好，那你选哪件呢？这件清代宫廷乾隆御赏白玉浮雕盘螭纹瓶，我拿定了。我们王总出价1个亿，1个亿！天哪，1个亿！不愧是王氏集团总裁啊，开口就是1个亿。是啊，根本不给我们还价的机会啊！这大小姐虽然财力雄厚，但眼神确实不好使，竟然花1个亿买一个价值5000块的赝品。那我随便买个东西，
不是就能赢下和他的赌约了？好，我跟你赌，但是啊，你不会反悔吧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肯定不会反悔。我就在这儿，等着你给我磕头道歉。说话算数就行，就怕你反悔。我们老板一诺千金，你还害怕啥？真是可笑。王小姐出价1个亿，有要继续加价的吗？王小姐财力雄厚，我们还是放弃吧。是啊，再加下去也没有好处，还会得罪王小姐。算了。王小姐1个亿1次，王小姐1个亿2次，王小姐1个亿3次。成交！恭喜王小姐以1个亿的价格拿下清代宫廷乾隆御赏白玉浮雕盘池纹瓶。恭喜王小姐啊，真是有实力啊！哇，这瓶子可真好看，也就王小姐可以与之相配了。太大手笔了吧！真好啊！恭喜老板拿下清代宫廷乾隆御赏白玉浮雕盘池纹瓶。李丽，帮我查一下，这个白玉浮雕盘池纹瓶在其他拍卖会上价值多少钱？老板，这个宝贝之前在澳门拍卖会上有记录，至少价值10个亿。10个亿也就这样吧。10个亿，前提是你的东西是真的，可这就是个5000块的仿品罢了。李伟，如果你现在跪下跟我道歉认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原谅你。本来你给我老板下跪道歉就行了，可现在你非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，多难看。谁输谁赢，那还不一定呢。你到现在还觉得你能赢？我觉得我能。男人有自信是好事，可是如果太自信了，就会变成普信男。我们走着瞧。好，走着瞧。下面有请我们的下一个拍品。李伟，我说你真的不是在拖延时间吗？我们老板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，你要是没钱就直说。反正我赢定了，不着急。下面这件藏品是由神秘人寄拍的唐寅风流绝唱图，大家仔细辨别。起拍价100万，每次加价不能低于10万。现在开始起拍。唐寅风流绝唱图价值5000万。我没看错吧？价值5000万。王海燕买的宝贝实际价值不过5000，只要我拿下这个唐寅风流绝唱图，不但可以赢下赌约，还能让他花费10倍价钱买走我的宝贝，到时候我就能瞬间赚5个亿。这个宝贝我一定要拿下。这个是真的吗？唐寅真迹何等精妙，此画用笔虽秀，但气韵略欠，且无流传著录，恐怕是晚明苏州仿作。画是好画，但是这画没有题跋、明藏印，按惯例来说，只能定为明代一名画家佳作，估价不会超过10万，买它也就是浪费钱。之前我不出手，一部分原因是我只有700万本金，一部分原因是那些东西又贵又没得赚。这个宝贝，所有人都觉得是假的，正好给我机会，150万。什么150万？买这个假货，这小子疯了！李伟，你真的要花150万买这样一个假货？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！你现在后悔啊，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下不来台，被全场嘲笑。就是，老实给我们老板下跪道歉不行吗？李先生，您确定要买这件拍品吗？我确定，我就要这个。我确定，我就要这个。好，李先生150万一次。李伟，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李先生150万2次。这150万对你来说很多吧？你别打肿脸充胖子。李先生150万3次。成交！恭喜李先生以150万的价格拿下了这件唐寅风流绝唱图。各位，刚才我和这位先生赌约，大家也听见了。现在就请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，我将用我的宝物和李伟的宝物做对比，谁的价高谁赢。如果我输了，就拿10倍的价格买下他的宝物；如果他输了，就要给我下跪道歉。
你们不知道吧？王海燕的老公赵四海和李伟赌石输了200万，王海燕这是在给她老公出气呢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今天真没白来呀！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这小子说什么鬼话呢？这人他哪来的勇气啊？笑话！你拿一个废品都不如的垃圾，跟我价值10亿的白玉浮雕盘螭纹瓶相比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风流绝唱图到底是不是废品。你们说上面的印记是假的，可我却说它是真的。他凭什么这么说？真的假的？哇，竟然真是真的！我的天呀！原来如此，难道真是真的？你们看，虽然印泥沁散，但印章的铜锈砂眼分布与真印模型完全重合。这枚印就是唐寅晚年常用的一方。仔细看的话，确实是一模一样。但是刚才这么远的距离，他肉眼凡胎是怎么看出来的？难道风流绝唱图是真的？刻仿的也能一模一样？你有本事拿出其他的证据。这画上的笔锋是活的，唐寅的笔法融合斧劈与披麻，笔触爽利中见含蓄，作假者追求流畅，反而画不出这种生涩的真气。确实，这笔锋是真的，和唐伯虎的真迹是一模一样。我是专门研究书法的，这笔锋我看了，没问题。那画面上的水渍和虫蛀怎么解释？这些自然就是晕散的黄褐色层次，是矿物质颜料年代久远后遇水产生的特异性变色。至于你说的虫蛀，这其实是绢丝断裂的形态，是自然老化酥脆的结果，而非化学腐蚀的整齐。这个呢，就是所谓的跨越时光的证明。我的宝物价值至少5000万。王小姐，你的宝物值多少钱？我的青白玉浮雕盘螭纹瓶价值10个亿。就是，我们这件宝贝之前在澳门拍卖会上有记录，至少价值10个亿。10个亿！10个亿啊！我的天啊，这差距这也太大了。这么说，最后还是王小姐赢了。实力差距摆在这儿，没办法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确定你的东西是真的吗？你现在还觉得我的青白玉浮雕盘螭纹瓶是假的？李伟，你懂个屁呀！我们总裁的眼光比你好1万倍。主持人，你们琳琅阁拍卖会应该有鉴宝高手吧？能不能叫他出来帮我们2个鉴定一下宝物呢？可以，我可以让我的老板兼首席鉴宝大师陈子昂来给您处理。难得一遇，这样可以知道真假。我听主持人介绍了情况，放心，我来鉴宝绝对公平公正。这陈子昂老板可是大师啊，有他在，我们都相信他。陈子昂老板从业30多年，还没有看错过宝贝呢。这确实是唐伯虎的珍品呐，不错不错，老夫看了心情也甚妙，至少价值5000万。哇，陈大师亲自鉴定，是真品啊！恭喜恭喜！这李伟是有点本事啊，就是不简单。大师，那我的呢？首先，这玉质太完美了，请细看，这底下透着过于均匀的灰调，而真正的和田羊脂玉是白中泛暖黄，质地如凝脂，内部有云絮状结构。其次，雕工露了马脚，乾隆宫的凌厉是刀刀见利，但线条末端会含蓄收敛，而这里的每一道阴刻线收刀都过于尖锐利落，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轻微的崩口，这是现代工具留下的痕迹。最假的是这里，这些天然的磨痕和污渍分布太有规律，太刻意了。真品历经100年摩挲，磨损是自然随机的。你这瓶子是现代砂纸故意做旧的典型特征，我评断的价值不超过5000元。什么？才5000？那么天才是5000啊？那岂不是亏大了？所以说，王海燕用1个亿买了一个价值5000块钱的东西，李先生却用150万买了一个价值5000万的真宝贝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眼力这么好的人，有这么好的眼力，何愁不发财呀？李先生真厉害。王小姐，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赌约，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就是，
自己提出来的赌约不能反悔吧？王老板这么大的老板，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愿赌服输，谁说我说话不算？李伟，手机拿来吧。那我要的是你的收款码，不是你的好友码。那支付宝到账5亿元。王小姐说到做到，在下佩服。佩服就行，不过这件事了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会是要暗算我吧？我要是想暗算你，不用等到现在。李伟啊，你实话跟我说吧，你跟我老公赵四海的恩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是他给我戴了绿帽子，然后睡了我女朋友林娇，差点给我整成脑震荡。我赢他200万，不多吧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赵四海呀，赵四海，怎么说？是不是要赶紧去捉奸啊？捉奸有什么用？大不了吵一架，转过头该干嘛还干嘛，倒不如……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报复他了。我要让他感同身受。你要干什么？赵四海睡了你的女朋友，你就不想睡了他的老婆？有意思，这确实是报复赵四海的绝佳方式。关键是这女人也愿意。我漂亮吗？漂亮。赵四海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今晚我只属于你。今晚什么都别想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臣服我。前天我还是个辛辛苦苦的外卖员，今天我就复仇成功，睡了仇人老婆，还赚了5个亿，太爽了！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我们只是一夜情，你还真以为我想跟你啊？虽然我赚了5个亿，但在真正的有钱人眼里，还是上不了台面。我需要赚得更多，才会被人瞧得起。对了，你有鉴宝会或者古玩的消息吗？我想继续赚钱。没想到你这个小男人还挺有事业心的。我确实知道一家玉石交易会，只不过需要邀请函。正好我这儿就有。哎，你他妈！那我只有邀请函的话，对方不让我进怎么办？我要工作没时间，不过我可以叫我的一个闺蜜带你进去。她呀是个富婆，平日里就喜欢这些。好啊，你把她电话给我，我这就去找她。看她这曼妙的身材，想必就是王海燕的闺蜜了。你就是李伟，王总的朋友？哎，您就是沈佳宜沈小姐吧？没错，进去之后别乱摸，别乱看，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，懂吗？真是个傲慢的女人，不过无所谓，我来赚我自己的钱。哟，这位小兄弟有点面生啊，是刚入行啊？算不上刚入行，就是瞎玩玩嘛。今天呢，主要是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。年轻人呀，还是要靠自己赚钱，不能总想着靠富婆。一个个都看不起我，等会儿把你的好料子全买完，让你亏到姥姥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真靠自己的实力赚了点钱。哦，赚了一点，那是多少？5万还是10万？那你自己看，5个亿。你居然真有5个亿啊！
可以啊，李伟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两位老板，里面请，茶叶已经给各位备好了，请吧。前恭而后居，真是个势利眼。罢了，我进去赚我的钱去。哎呀，这拍卖会不错呀！哟，这不是吕伟吗？怎么身边换了个女人？是不是被王二姐抛弃了？王虎啊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我和婉儿姐的关系啊，好着呢。既然是来赌石的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走着瞧就走着瞧，谁怕谁呀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周坤的高端玉石拍卖会啊！兄弟们，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游戏规则，快点吧，我们都等不及了。就是，周坤，你不会不舍得自己的玉石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我欢迎各位还来不及呢。其实，所谓赌石，赌的就是价比黄金的极品帝王绿、无瑕满堂绿的珍稀玉石。而各位贵客的双眼能否看穿石头表面，看清内部的玉肉，寻找被表象埋没的金石之材？这可是靠各位自己的能力啊！你这里应该有好玉石吧？就是，不能弄一堆破石头糊弄我们吧？我们可不愿意啊！放心，我这些料子呀，都是缅国矿区的老石头，好得很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些料子是今天刚到的新货，所以好坏我也不确定。如果运气好买下了高端玉石，说不准能中好几个亿呢。那要是运气不好呢？运气不好嘛，这还用问？肯定是赔几个亿也轻轻松松啊！说得好，话糙理不糙。所以各位想退出还来得及。退个屁，这才刺激！开始，痛快！现在有请1号玉石。1号玉石，我这还蛮1号玉石出来了，我得仔细看看。这1号玉石啊，各位顾客可随便观看，但禁止触摸，防止有人破坏玉石。来，各位老板都来看看这1号玉石，这可是个大块标王，说不定能出绝世好玉呢。终于轮到我的透视神眼出场的时候了。破损的玉石价值500元，高仿的古玩至少还值个几千，这玉石要是开坏了，就是块破石头，几百都不止。今天这块料子是我亲自从莫西沙老矿主手里抢来的传承料，这黑乌沙皮晶得像铁锹，是老坑种，这可是种老的标志啊！不会有错的，老子我可是剑士高手。你们看这玉石的纹路，这形状，这姿态，里边肯定有大货。说得好，这玉石啊，买下来绝对值好几个亿呢。我出50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。我说李伟，你是不是没钱啊？怎么连看都不看啊？因为不需要看。李伟，不要放肆！这小子在干什么呢？还不需要看？不会是真的没钱吧？就是，你看他这样子，肯定是暴发户，来长见识的，实际上根本买不起。我就算买得起，我也不会买这种垃圾玉石。你们谁爱买谁买。哼，李伟，你搁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那你说说我这石头值多少钱？我本来不想说，但你非让我说，那我就说了。你们的玉石啊，一文不值。1文不值？他竟然说这个标王石头1分不值，这也太狂了吧！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狂的人。这个李伟说话这么坚定，难道这个玉石真的有问题？李伟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不顾沈小姐的面子，直接给你轰出去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行，那我不说了，你们谁爱买谁买，就当是我说错了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李伟，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个玉石不行的？能给我说说吗？保密。你就给姐姐说说呗。这第一把，莫西沙老坑的黑乌沙，沙粒应该坚硬直立，有操手感，而这块沙粒过于均匀平整，像被刻意打磨过，这显得形态干枯发黑，毫无水头。边缘呢锋利，真正的活显应该是黑中透绿，有油性感。原来如此，李伟，没想到你还是个鉴宝高手，是我小瞧你了。下面我们继续拍卖，8000万一次，8000万2次。沈小姐，您不跟了吗？这种宝贝还是留给你们吧。真不跟了？连沈小姐都不跟了，难道这料子真的有问题？不好说。一个臭屌丝的话你们也信？不管你们今天跟不跟，这种发财的机会我是要定了。我再加500万，
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！王先生出8500万，8500万1次，8500万2次，8500万3次，成交。厉害，终于买下了。是啊，恭喜王老板获得心仪的玉石。下面拍卖继续。我说李伟，你如果不买东西的话，就趁早离开这儿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就是啊，刚才我都后悔没买了，都是这小子吓的。有他在，真的扫兴。谁说我不买的？遇到好料子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有眼光的话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买到什么好货。下面出场的是2号玉石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说周宽，你不是说自己这里都是好货吗？怎么连这种憨货都拿上来了？就是这种丑石，傻子都知道不值钱吧？周老板又在取笑我们了。哎，各位，我这玉石种类繁多，这都是出自美国各种矿区的，那总不能都出好货吧？确实是这个道理。正因为有坏料子，这张赌石才显得可信。就是。要全是好东西，我们都要开始怀疑周老板是不是作假了。现在我们放心了，周老板肯定没骗我们。那还等啥呀？赶紧流拍，赶紧拍下一个。玻璃种帝王绿价值1个亿。不对，这不是丑石，而是宝贝。这黑乌皮上的丑，并非杂质侵入，而是极品翡翠，在高压低温环境下与周围超激性盐发生反应后留下的天然印记。而且这灰也不是真灰，而是玻璃种上的帝王绿色调，因为过浓，在寻常光线下反而呈现一种色浓发黑的视觉误差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好的极品玻璃种帝王绿，价值1个亿，他们竟然觉得是烂石头。50万，50万，50万，就这么风险，全花50万？我没听错吧？他要花费50万买这么一个丑不拉几的破石头？他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这种石头买回去干什么？垫桌脚吗？我就知道这人是来搞笑的，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高端玉石。赵坤，你运气真好啊，这么垃圾的货都有人要啊！那当然，人家既然喜欢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不过，你确定出50万来买这块石头吗？我确定。怎么，你不想卖给我？你喜欢这货，我肯定愿意卖啊。不过，你不会反悔吧？开玩笑。我反悔，到时候我挣了钱，我还害怕你反悔呢。我们可以签合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人不会脑子有病吧？他真要买这破石头？买这么一个玩意儿，他可真傻，他以后有他后悔的。精神失常了吧？不是傻子吗？好了，转账吧。支付宝到账50万。过去了。好，没想到这块玉石居然能卖出去，我周坤可真是财神附体啊！周老板运气真好啊！是啊，这种货都能卖出去，太牛了。不，李伟的眼光这么好，他看上的这块料子肯定不简单。这还不是多亏了这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吗？谁是傻子，谁被财神眷顾还不一定呢。难不成你觉得你还能赚？我觉得我能。可笑的是，你做高端玉石生意这么多年，连这些蹊跷都发现不了吗？难道他买的玉石真的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不可能吧？他不过是在自己安慰自己罢了。就是，我就不信我花8500万买的货还没你的高。不信我们现在可以现场切石，咱们赌赌看，看谁的石头能全军覆没。好，但是我不随便赌，要赌就玩点大的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花10倍的价格买下我的玉石；如果你输了呢？那我也花10倍的价格买下你的玉石。那你要是反悔呢？如果反悔的话，我们就现场废掉对方的双手双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天哪，这么大，这人是傻吧？拿自己的丑石头和人家的标王石头赌。我看他是着急送钱了，真是傻子留不住财呀！哎呀，今天真是太有意思了，还有赌石局看。老板，帮我们现场开始。好。哎呀，好激动人心啊！这块这么大，看着真不错。你们看，这1号玉石漂亮非凡，肯定出大货。然后看2号玉石，丑的要死，看着恶心，明显是烂玉石嘛。就是啊，这还有啥好比呢？这自然是玉石内部另有乾坤。居然
然是浪费的，真是废料，表现这么坏，居然啥也没有。这竟然是废料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块玉石表面表现这么好，怎么会垮了呢？8500万，这可是8500万！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假的？我早说了，这东西表象都是假的，内部绝对是废料。可你们不听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啊！你现在后悔了，迟了。我的玉石是废品，你的玉石得更是垃圾，谁的更值钱还不一定呢。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我们就继续开。周老板，请帮我开2号玉石。好。这块石头看着小多了，里面能开出什么东西，还真是不好说。这品相看着也就一般嘛。来看看啊！哇塞，极品帝王绿！我做玉石行业2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帝王绿。这不是翡翠，这是龙王爷的眼珠子啊！这是传说中的玻璃种极品帝王绿，至少价值1个亿。玻璃种极品帝王绿就是传说中最绿、最漂亮的那种玉石。极品帝王绿，早知道这石头能开出极品帝王绿，我就不卖它了。哟，周老板，您不会是想反悔吧？您别忘了，我们呐可是签过合同的，这玉石啊是我的了。王虎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按照赌约，你要花10亿的价钱买下我手里的帝王绿。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难道说你想被我废了双手双脚不成？老子转就转。告辞。10亿，终于我也成为了亿万富翁。李先生，您的眼光真是厉害。就是，我们刚才还嘲笑您不懂赌石，现在看来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呐。恭喜李先生拿下10亿元，我们佩服。李伟，你这个朋友我沈家一交定了，今晚喝酒去，我请客。既然沈小姐邀请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李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太佩服你了。沈小姐过誉了，我平时啊对这些东西不过有些研究罢了。别说这些了，喝。哎，我靠！我的眼睛真是进化了，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威力！再试一下。是真的，我现在有了更强大的力量。这酒瓶子怎么老爆开，质量这么差？哟，这小娘们长得不赖啊！哥几个，今天运气不错呀。是啊，比夜总会的小姐带劲多了。妞儿，跟哥几个喝一杯呗。那小白脸能满足你吗？不如跟哥哥走啊。嘴巴放干净点。哟，还是个烈性子，我喜欢。小娘们儿，别给脸不要脸，陪爷爷喝杯酒就放过你，不然滚！哼，你他妈找死！哎，给我上！哼，我以前跑外卖时跟人起过不少冲突，打架的经验不算少，更何况我现在还有透视眼的慢动作加持。还有谁啊？这小子一拳能把一个成年人打飞10几米，不好惹。小子，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你刚才挺男人的。对付这种货，就得比他们更横。没想到你不光剑宝厉害，打架也这么帅。啊，我以前跑外卖的时候练的。李伟，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不一样啊？哪儿不一样？他们要么有几个钱就耀武扬威的，要么就畏首畏尾，遇到事躲得比谁都快。你不一样，你看着随和，但骨子里很硬气。我回去了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点酒算什么？你喜欢我吗？啊？逗你的，走吧，我们打个车回去吧。哎，今晚在我家睡吧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沈佳宜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很诱人。那你想干嘛？明知故问。完了完了，酒又喝多了，他醒来不会揍我吧？还是先跑路吧。李伟，你要去哪？我刚起床给你做早饭呢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放心，都是成年人，不用你负责。沈小姐，你真好。对了，李伟，你想不想赚钱？沈小姐是有什么路子？听说过帝都古玩协会吗？帝都古玩协会？哦，就是那个所有古董收藏家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吗？帝都古玩协会不仅收藏资源非常丰富，也非常适合捡漏。毕竟啊，都是内部资源嘛。啊，可是我听说这帝都古玩协会的考核非常难，一年只能进几个人。那是因为要在考场对古玩进行现场鉴定，正确率要求极高，卡住了大部分人。我有透视眼，这考试和抄着答案考试有什么区别？等我加入了协会，以后赚钱的机会更多了。沈小姐，我想加入这个协会，请你帮我引荐。李伟，我就知道你是有志气的男人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上午9点就有考核。9点？那我不是快要迟到了？沈小姐，这样，你把地址发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您就是沈小姐说的李伟先生吧？啊，您好，我是帝都古玩协会的会长李春风。哎呀，会长您好啊，李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赵四海，我来这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里是帝都古玩协会的考核现场，不是什么猫狗都能进来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给我滚蛋吧！我参加考核，关你屁事啊！哼，你要参加考核，那就等着被我踩在脚底下吧。赵四海，你看古玩的眼光，要是有你嘴巴一半也不至于输我200万了。哎，李伟，你还敢说这件事儿，找死！哎，赵四海，不许对我的贵客出言不逊。你们要是有什么恩怨的话，有本事在考场上解决。要是有什么恩怨的话，有本事在考场上解决。就是，大家都是玩古玩的，你那全是洋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有本事比眼力啊！哎，对了，咱们就比一下鉴定古玩的正确率吧。好，比就比，不过我要跟他打个赌。哎呦，什么赌啊？如果我的考核正确率高，你就跪下磕头给我道歉，亲口叫我爷爷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我也叫你爷爷。这不行，这太没意思了，我不赌。那你要怎么赌？这样，如果我输了，我赔偿你10亿；如果我赢了，你给我10个亿。10个亿？我老婆知道了会杀了我的。没事儿，你的老婆要是知道你输给我，不会跟你生气的。嗨，你说的这什么屁话？再说了，你有10个亿吗？你只不过是一个臭送外卖的，就算前几天赢了我200万，你还是个穷鬼。个10、100、千万、10万、10亿，你竟然真的有10个亿！怎么说？赌不赌？是啊，赵四海，你要是个男人就别怂啊！哎，对，你刚才不是挺狂的吗？怎么想当软蛋啊？赌就赌，李伟，你上次不过是侥幸赢了罢了。老子玩这行20多年了，鉴宝眼光不是你能比的。好，李会长，请为我们2个人的赌约做个见证。好。
我今天在这里看着，如果有谁输了不认账，老夫绝对不让他活着离开这里。太好了，有好戏看了。这可是10个亿的赌约啊！此生难见，我们快进去考试吧。好，各位考生，入场吧。帝都古玩协会入会考核现在开始。有透视眼在，这些考核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。我宣布，考核开始。桌上的物件，你们有2个小时的鉴定时间。鉴定完之后，把结果写在表格上。在考试过程中，不允许交头接耳，不允许用手机查资料，违规者直接取消考试资格。5万的真品啊，简单，下一道题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哪来的一尊大佛？我们一个都还没鉴定完，他都已经鉴定一半了。不是吧？这人也太神了吧！不许交头接耳，继续考试。还是稍微装一下吧，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鉴定完毕，我面前的10件古董有5件是真品，有5件是赝品。答题完毕，才过去1个小时嘛，离考核结束还有1半时间。这次考核的规矩，只有鉴定第1名才能入会，剩下的人都会被淘汰。我为了这次考核准备了几年，甚至托关系弄到了几件协会常考的古董仿品，绝不能被李伟抢了入会名额。这玉佩看着像是商代的，纹饰古朴，包浆厚重，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，尤其是表面的磨损痕迹，看着太均匀了，反而像是被刻意打磨出来的。看来这小子也就是运气好捡了次漏，真到了硬碰硬的考核，还是不如我。会长，我答完了。还有时间，你不再检查检查？不用了。这么快就交卷了，要么是天才，要么就是胡闹。他会是哪种呢？小子，不是你教得快就厉害，鉴定这行慢工出细活。会长，您先看我的吧。没事儿，会长，先看他的吧，我不介意。我也讲。行吧，赵四海，我先看你的。你这件宋代定窑碗是对的，估价也合理。不过，这枚清代银币是仿品，你写的真品，错了。还有这个青铜玉佩，这明显是高仿的东西，你却说它是个真品。虽然估价不高，但真伪都错了，这可是大问题啊！那玉佩竟然真的是假的啊！这是哪来的天才？会长，发生什么了？李伟的这件汝窑残片，年代判断准确，连芝麻正丁的特征都描述得十分准确，估价也精准。这枚永乐通宝不仅辨明了真伪，还注明了是小平钱，背锅特征描述的丝毫不差。还有这5件赝品，每件的仿造手法都点出来了。这件青花碗用的是化学釉，那件玉佩是酸窑做就，就连仿品的年份都写得十分清楚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就是个臭屌丝啊，会长。我确定。好啊，很好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啊。李伟，不出意外，你要成为我们帝都古玩协会的会员了。不公平，他肯定是作弊了，要不然怎么可能鉴定的这么快又这么准？赵四海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考试全程有监控，怎么可能会作弊啊？输了就是输了，连这点风度都没有，还想进协会？我不信，他一个跑外卖的，怎么可能懂这么多？李春风，是不是你提前给了他答案？
赵四海，你太放肆了！我在古玩圈市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却没想到会被你个后辈如此污蔑。我就是不服，我就要他重考。好，既然你不服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我去库房取几件古董来，让李伟现场鉴定，看你服不服。李伟是不是真作弊了呀？怎么会有人正确率100%啊？哼，等着看笑话呗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我就不相信你李伟真的有那么神。笑话，有透视眼在，别说是现场鉴定，就算是从古墓里刚挖出来的，我也能一眼辨真伪。这里有5件古董，是协会这些年新收的，来历清楚，真伪只有我个人清楚。李伟，如果这5件古董你能够鉴定出其中3件的真伪，今天你就可以成为帝都古玩协会的会员。各位考生，既然你们质疑李伟的满分成绩，那就让他现场鉴定。如果他真的鉴定成功，那么你们就不能再质疑他，也不能再污蔑我泄露了题目给他。好，要是李伟真能鉴定出来，我们心服口服。赵四海，如果李伟鉴定出来，你必须对我们帝都古玩协会道歉。他要是真有这本事，我道歉又何妨？好，既然没有异议，那李伟你就开始鉴定吧。这个是汉代的龟曲镜，这背后的盘犁纹乃是西汉中期的风格，边缘的铭文长相思，勿相忘，乃是当时的祝福语。不过嘛，只是镜面磨损严重，市场估值不会太高，差不多20万左右。没错，这面铜镜确实是西汉的珍品，李伟描述的特征分毫不差。蒙对了而已，下一个。这把铁剑是唐代的真品，采用的是百炼钢工艺，剑格有错银装饰，只是保存的太差，剑身这有多处断裂，只有考古价值，市场价值几乎没有。这把剑的确是从一处唐代墓葬出土的，出土时就已经断成了3截，还有3个。这个简单，这个呀是仿郑板桥的墨竹图，赝品。纸呢是民国时期的仿宣，墨里面又加了胶，虽然仿的有点意思，不过笔锋太过刻意，少了郑板桥的灵气，最多呢算件民国仿品，值个几千块钱吧。说得好，这幅画当初我们也差点看走眼，后来呀用仪器检测才发现这幅画是民国的仿品。已经鉴定出来3个了，按李会长说他已经赢了。这个嘛，鼻烟壶，现代仿品，仿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东西，虽然刻意做了旧，不过这釉面嘛气泡太过均匀，是机器注浆的特征，胎质也偏松，最多值500块。哦，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是陨石。从它的容壳和比重来看，应该是来自火星轨道的石陨石，科研价值很高。但是具体价值吧不太好估量，但最少也在100万以上。好小子，我们也是前段时间做了成分检测，才确定是火星陨石，而你竟然肉眼都看出来了，太震撼了！5件全对啊，跟这样的高手比，我们输得不远。对呀，虽然我们输了，但是我们心服口服，我服了。李伟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帝都古玩协会的会员了，协会欢迎你这样的人才。太好了，这不仅是一份会员证，更是对我能力的认可，是我踏入这个圈子的敲门砖。谢谢会长。我还是不服。
还不服？他鉴定的这些都是你们拿出来的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提前知道真假呢？我不服！赵四海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耍什么花样，你们肯定是联合起来骗我10亿。协会的古董都是有备案的，难不成我还能为了李伟毁了协会几十年的名誉？要是真有本事，那就去潘家园随机鉴定，那儿的古董鱼龙混杂，他要在那儿还能辨出真假，我赵四海当场就给他跪下磕头道歉。是啊，潘家园才是真正的战场，这儿的古董毕竟是经过协会鉴定过的，的确有作弊的可能。对，没错，去潘家园随机鉴定。好，我跟你赌，但是我们要加大赌约，从10个亿变成20亿，否则我不去。20亿就20亿呀！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李会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给大家添麻烦了。这临场考试，赵四海，你选吧，随便指哪家摊子，你随便挑几件，让李伟鉴定。这种摊子够乱，真东西少，假货多，最考验眼力。就这里，从这里挑5件，再从其他地方挑5件，一共是10件，错3件以上就算他输。先这个仿商代的3足鼎，假的，胎质太新，铜锈，是用盐水卤的，手一刮就掉，算你走狗屎运。再来这个仿和田玉的鹅料，假的，看着白，其实发浆，上面的土沁是用土和胶水糊上去的，用水一冲就掉。真厉害，真有本事啊！难道我们真误会李伟了？这个仿的是8大山人的花鸟画，笔墨浮在纸面上，没有层次感，落款的印章也是电脑刻的，笔画太生硬了。这个清代康熙年间的民窑青花罐，真品，画的是英系图，发色偏灰，是国产料，所以价格不会太高，大概3万块钱左右吧。这小子好眼光啊！这个确实是康熙的，当时我收的价格是2万8。这个看似手工，实则机雕，上面的颜色一看就不正，胎质太新了，一看就是机器做的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个一看就假的。这个唐代的彩绘俑，虽然断了一只手臂，后来修补过，打了折扣，大概15万左右。没错，这个呀，的确是唐代的。李伟鉴定的10件物件，9真1假，鉴定准确率高达10成。好，精彩，我服了！牛逼，这是我见过鉴宝能力最牛逼的人。我干了古玩20多年，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。天哪，今天真是长见识了。行了，现在该履行承诺了。赵四海，你如果再无理取闹，不履行承诺，不赔偿这20亿，不跪下道歉，那么今天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李伟，对不起，是我无理取闹，我错了。行了，古玩这一行认错不难，难的是好好做人。这次呢，我就暂且放过你一次，但20亿不能少。妈的，20亿，好肉疼啊！希望王海岩不要跟我急啊。行了，滚吧。李伟，今天的耻辱我记住了，我赵四海一定100倍奉还，奉陪到底。李伟，干得不错。像这种人呢，你软他就硬，你硬他就软，这样他以后再敢来找你麻烦，你随时来找我。那就谢谢会长了。今天要是没有李春风会长撑腰，事情恐怕不会这么顺利。哎呀，跟我你还客气什么？会员的会章和资料我待会儿寄给你，协会以后有什么事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过几天呢，协会内部有一个高级拍卖会，具体情况
要等过几天才能出来。到时候我会让沈佳宜有消息的话第一时间联系你。行，那我就谢谢会长了。雷伟，今天你让我下跪磕头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我现在就去闪电你的前女友林娇。妈的，林娇虽然是我前任了，但赵四海这种龌龊行为还是让我很不爽啊。喂，李伟，现在来我家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等你哦。王海燕这是想我了呀？赵四海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去闪击我前女友吗？那老子现在就去闪击你老婆王海燕去！你来了。你喝酒了？别喝了，告诉我发生什么了？赵四海找你麻烦了？我昨天给赵四海打电话，是个女孩接的，声音很年轻，她骂我是个老女人。那应该就是林娇。赵四海就是条狗，不值得你为他伤心。我不是为他难过，我是为我自己。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外面找女人，我以为我忍忍就会过去了，结果变本加厉。李伟，只有你最能让我开心。赵四海回来了。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快点藏起来，别被他发现了。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身体不舒服，睡觉呢。老婆，怎么样？用不用带你去看医生？不用，我睡会儿就好了。王海燕，你是不是藏男人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一个人在家睡觉，藏什么人呢？没人，你锁什么门？我告诉你们，海燕，别耍花样，赶紧给我开门，不开门我砸门了。李伟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快点藏起来啊！没事儿，既然我避无可避，那就没必要再躲着他。我有透视眼的力量，可以隔空用力，100个赵四海也打不过我，我怕他。你王海燕果然藏野男人了。李伟，是你他妈敢睡老子的女人，活腻歪了是不是？赵四海，住手！李伟，你他妈敢打我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赵四海，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。海燕姐姐生病，我来照顾她，我们光明正大，你不用在这小肚鸡肠胡乱猜忌我们。你放屁！李伟，你给我等着！王三儿，马上来我家，带着人越多越好。有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敢骑到老子头上，今天我必须要废了他！哼，李伟，你有种，等我兄弟来了，看我怎么扒掉你一层皮！打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叫多少人来。好啊，你就等着我废了你！李伟，他叫的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下手没轻没重，真会出人命的。你现在快点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海燕姐，你放心，这种人就是纸老虎，不用怕。你越怕他，他越嚣张。现在就要告诉他，我已经不是曾经他可以随意欺负的那个外卖员了。老鼠，你现在马上调一队人马到我家，要快，我家有人闹事。我家的人也在路上了，只不过会比赵四海的人晚一点。没事儿，对付这些杂碎，我不需要人。等我兄弟们来了，我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我会打断你的四肢，把你千刀万剐，再把你丢到河里喂鱼，让你知道得罪我赵四海的下场。赵哥，是不是这人动了你的人啊？就是他，给我废了他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废了他的胳膊再说。我的透视眼既可以看清别人的慢动作，又可以爆发强大的力量，他们一起上都不是我的对手。
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打架这么猛？还有人吗？一起叫来啊！李伟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放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呦，你刚刚不挺厉害的吗？怎么现在怂了？怂包就不要学别人装横。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赵四海给我往死里打，打到我满意为止，你们就能安全离开；第二，我亲自动手，把你们的手脚全部打断，让你们下辈子只能坐轮椅。你们自己选吧。妈的，活命要紧！什么老大，什么道义，在断手断脚的威胁之前，根本不值一提的。王三儿，我平时对你们不薄啊！不是我们不仁，是你惹错了人。好了，别怕，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，永远不知道收敛。好，停！别再让我看见你。是。哎呦，我能打呀。对付恶人就得用恶人的方法。小姐，我们来了。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是。弟弟，你累坏了吧？没事儿。对了，海燕姐姐，赵四海对你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？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复杂，我不是没想过离婚。3年前，我爸突然查出了绝症，国内顶尖的医生都束手无策，说最多只能撑半年。就在我们都快放弃的时候，赵四海突然带来了一个神医，那个神医确实管用，几副药下去，我爸的病情就稳住了。这3年也一直在喝他那个药。也就是说，他拿那个药来威胁你？赵四海说了，只要我敢提离婚，他就让人停了我爸的药，我爸就活不成了。赵四海就因为这点事情，一直拿捏着我，随便出轨，越来越猖狂。而且他也不想离婚，因为我家的财产他也没有搞到手。如果现在离婚，他什么都得不到。这个混蛋！哎，海燕姐，这样，你带我去看看你爸，或许我能够看出点什么来。你会看病？略懂一点吧，也就。至少我能用透视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总觉得其中有猫腻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只要你能治好我爸的病，价值100亿的王氏集团股权，全部双手奉上。这里就是我爸安养的别墅，平时有2个护工在照顾他。小姐，您来了。我爸今天怎么样？王先生凌晨醒过一次，喝了药又睡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来。走吧。这就是王氏集团的老总王奎吗？曾经叱咤商界的人物，如今却虚弱的像一片随时会飘落的叶子。爸，我来看您了。这是蛊虫？怎么了？你父亲的病不是普通的病，他心脏里有东西。有东西？不可能。可是医生检查过很多次，都说没问题，就只是器官衰竭。这普通的仪器根本查不出来。这只虫在心头上吸食你父亲的血，你父亲的身体就是被这虫子一点一点给拖垮的。有虫子？怎么会？赵四海找的那个神医给他吃的药，是不是能暂时缓解痛苦，让他清醒？但事后他会更加困难。对，赵四海每次喂完药之后，我爸都会清醒2-3个小时，精神看着好点，但是每次睡着了之后，就会更没有力气。难道是那个药有问题？对，那个药根本就是来喂虫子的。那虫子吸食你父亲的血，会让他痛苦难忍，而那药是短暂的麻痹虫子，让他暂时停止活动。赵四海，这个畜生居然这样对我爸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把那虫子给弄出来。李伟，你是不是有办法救我爸？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求求你了。我可以试试。
说不定我可以用透视眼找到蛊虫的具体位置，然后用透视神力来把蛊虫彻底碾碎。有用！怎么样？没事了，蛊虫已经被我杀了，你父亲的病情稳住了，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。爷爷，爸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，不那么难受了。这位是？爸，这个是李伟，就是他救了你。多谢小友。王先生客气了，举手之劳罢了。爸，你身体里的蛊虫是赵四海给你下的，他就是想谋害你，好夺走王氏集团。赵四海，我把他当成亲儿子，没想到他竟然给我下蛊。小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收下我手上王氏集团的全部股票，价值100亿。这不太好吧？毕竟这可是价值100亿的礼品。我不送给我的救命恩人，难道我要送给赵四海吗？我爸让你收下，你就收下吧，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这好吧，我现在就把股票转给你。好了，过去了，你看一下。多谢。我有点累了，想再睡会儿。妍妍，你给李伟做点吃的，好好招待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干嘛呀？我正给你做饭呢，别闹。哎呀，我爸还在卧室里睡觉呢，被他听到了不好。放心吧，他睡着了，听不到的。哎呀，那个海燕，咱一会儿吃完饭继续吧。哎，打住啊！别了，我太累了。啊？你去找其他女人吧。让我休息休息啊！别走啊！喂，李伟，你在哪里？怎么不来找我？我刚刚忙了点事儿，那个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真的？真的，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说起来，你上次不是参加了帝都古玩协会吗？过几天要举办一个超大规模的秘密拍卖会，里面的古玩都是稀世珍宝级别的。那岂不是说我有捡漏的大机会？那当然，只要你有本事啊，赚几10个亿都不是大问题。好啊，那过2天咱们一块儿过去。好，我等着你大显身手。李伟，怎么是你？真是阴魂不散。哟，王虎，你怎么会在这帝都拍卖协会的拍卖会里？那自然是老子靠送礼进来的。你爷爷我有背景，知道吗？好，等着你亏钱。把嘴巴放干净一点，我就把话撂这儿。今天你1分钱都赚不到。哦，这可不是你说的算。大家请安静，保持秩序，坐好。我是本次帝都古玩协会拍卖会的主持人林鸟。我们帝都古玩协会拍卖会汇聚了全球有名的宝贝，上到梵高的画作，下到黄金珠宝，我们这里一应俱全。今天很多国外知名的收藏家和我们拍卖会达成合作，愿意把文物放在我们拍卖会上竞拍，但需要各位自行判断宝物真假。作为弥补，我们的起拍价都不会太高。现在我宣布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这个宝贝我听说过，这是青乾隆洋彩啊，万国来朝图镂雕转新瓶，价值好几亿呢。
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居然在这儿看到了。之前听说在一个德国收藏家手里，今天终于见到了，不愧是帝都拍卖会啊！这是一件体型硕大、气势恢宏的宫廷陈设器，内屏的镂空雕花透过外屏的开窗，呈现移步换景的奇观。起拍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这种宝贝难得一见，转手至少卖几个亿，今天错过就遇不见了。哎，我出6000万。你知道是宝贝，你还出6000万，我直接8000万。吕伟，遇到这种难得的宝贝，是不是就想要？放心，这东西是我的。哪来的屌丝，竟然敢跟我王哥抢宝物？做梦去吧！我王哥的财力不是你这个屌丝能比的。李伟，这怎么办？是不是要错过这宝贝了？好家伙，5万的东西都敢拿来拍卖，外国人也是真敢坑我们龙国人。不用买，那个是个仿品。我相信你。怎么？你们是不是没钱了？怎么还不出价？这样吧，你们过来给我磕几个头，我能见你们点儿。就是，我们给你个面子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笑话，我买东西什么时候需要你这个混混指点？老子堂堂大少爷竟被你们说成混混，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财力！1个亿！1个亿呀！1个亿呀！刚还8000万，怎么成1个亿了？你不知道了吧？这个是王虎，有钱的很呢。原来如此，这东西也太好了，我也想要。2个亿！5个亿！竟敢跟老子竞价，找死！10个亿！哎呀，还是别跟他抢了，手下人多，小心他不讲武德。那算了，买个宝贝不至于把命搭上。10亿1次，10亿2次，还有没有出价的？10亿3次，成交。现在宣布，清乾隆洋彩万国来朝图漏雕转新瓶被王虎先生买走。怎么样？看到老子的财力了吧？真不知道买个假货有什么好嘚瑟的。怎么会是假的？胡说八道！就是，你不过是妒忌我老大买的好宝贝而已。刘伟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说说我这宝贝哪里假了。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别怪我今天当场给你们废了。好啊，本来我不想说的太明白，怕你当众丢脸。既然你这么想自取其辱的话，那我就勉强说2句。首先，乾隆转心瓶，它的工艺历经300年，即便保存完好，转动时也难免有细微的滞涩感和摩擦声。而此瓶转动丝滑无声，顺畅的如同现代轴承，这只有现代精密机床才能做到的精度。这个人说的头头是道，好像有道理啊。是啊，这好像不是胡说的样子呀。其次，乾隆洋彩的确绚丽，但其色料经过300年的氧化和磨损，光泽应是内敛的、有厚度的。而这瓶的色彩反射风过于锋锐，这种复光是时间无法赋予的。没错，我就说怎么看上去有点古怪。哎呀，这人真厉害啊！这宝贝可是连我们这些帝都古玩协会会员都骗过去了，他简直是超人啊！大哥，他说的好像是对的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破玩意儿，老子亏了10个亿，就连王虎都服了。没想到有人能在观众席离着这么远距离都能看到宝物的细节，鉴定真伪，太牛了！妈呀，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呀！今天我算是长见识了。看王虎被气得愣的，这一看被气傻了都。活该，谁让他这么霸道的？看着都不是个好人。你们要是再敢别赖赖，当心老子弄死你们！王虎，我还真挺佩服你的，明明亏了10亿，说话还这么硬气。你，老子今天买不到好东西，老子就不信你也能买到。我们走着瞧。喂，这王虎跟我们对上了。
等会儿不管我们买什么宝贝，他都会出手的，这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买他绝对不会出手的宝贝，那个看上去是废品，实际上是宝贝的宝贝。真的有这种宝贝吗？我们走着瞧。休息结束，下面进行第2件宝物的拍卖。这宝贝不错啊。这是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式温碗，不过接拍者说它只是个仿品。什么？这是仿品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就是，我们大老远跑过来，又不是来买仿品的，笑话。好笑，我还以为是真品呢。去，我们是不是也跳过这个？不，那个不是仿品，那个是真品。你看，这开片是典型的鱼鳞片，细碎而富有层次，片纹中土气深入肌理，与釉面老化特征完全吻合。而现代仿品要做旧磨损，往往生硬粗暴，绝无这种历经数百年自然食用和埋藏才形成的柔和连贯的损耗包浆。可这东西的釉色看着灰暗干涩，与世人熟知的雨过天青那种明润透亮相见甚远啊！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这才是我们鉴宝一行的真考验。这是被故意作案的，涂抹了透视材料，很可能是为了避税或便于流通。原来这是真品，这至少价值几10个亿，还只有我们知道。大家都看完了吧？相信都有了自己的判断。下面我宣布，这幅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式温碗，起拍价为50万，每次出价不得低于10万。你们这还弄个屁呀！作为拍卖的协会，你弄个仿品，不丢自己人吗？就是，干脆流拍算了。我原本以为帝都古玩协会拍卖会多有面呢，原来也就这样啊！我要是买个仿品回去，我家老爷子不得拿个棍敲死我！刘伟，你不是资金有限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你也把这个垃圾买回去，我不给你抢。听见了吗？大哥问你话呢，你也只能买这种垃圾。我看他50万都掏不起。50万。我没听错吧？他真的跟50万？打肿脸充胖子罢了。难道上个藏品是他靠运气看出来的？这官方已经说了都是个仿品，他怎么还这么想买？这么明显的做旧痕迹，我奶奶来了都能看得出来是假的。你确定要出价50万吗？我确定。好，下面正式进入拍卖流程，50万一次。还有没有出价的？50万2次，50万3次，成交。我宣布，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式温碗仿品归李伟先生所有。李伟先生，请收好。谢谢。李伟，你太厉害了，这种宝贝都能50万拿下。这位小姐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这种东西也值得大惊小怪啊！这种垃圾潘家园遍地都是，你陪我大哥睡一觉，我大哥送你仓库。你们也太放肆了！再说了，谁说我这个是仿品？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他买的不是仿品啊！人家官方都说是仿品了，你觉得是不是谁都没有你懂？这次古玩界大会出现了个大人才呀，算是有乐子喽！王虎，你不是很喜欢赌吗？这样，咱赌我手里的碗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赌什么？如果我这个碗是真的，那么你给我20个亿，再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你输了有什么筹码？我这条命再加上100个亿，够不够？李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。他都敢拿命赌，难道这宝贝是真的？大哥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诸葛亮的空城计你还记得吗？就是这样把司马懿吓退了。就是，我看他就是虚张声势，就是想吓退你。老虎，你怂了？
怂的话就给李伟道个歉吧，我们也可以原谅你。谁说我怂了？我有什么好怂的？刘伟，你的命就等着给我吧，你的赌约老子接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恳请帝都古玩协会的会员们帮我做个见证。好，我们来帮你们作证。谁要是违背赌约，就是跟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为敌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好，那赌约正式成立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个仿品说成真的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式温碗实际上是真迹伪装成仿品传播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外部假的太明显了，釉色发灰，釉面干涩。是啊，毫无曝光啊。李伟，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？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就在这宝贝身上。你们说釉色灰暗，但这不是灰暗，而是蜜色。大家请看，在侧光下，这看似灰暗的釉面下，隐隐流动着一层如同春水般极其幽深静谧的淡天青色。这好像是真的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因为这不是普通青白，这是汝窑在特定窑位、特定气氛下才能烧出的湿透感玉质天青。这就是传闻中因釉层极厚，内敛无比，正看发灰，侧观现青，古人谓之青如天，面如玉，晨星稀的汝窑啊。没错了，这碗的釉色正是记载中汝窑最神秘、最高级的秘色之一，存世罕有，常人根本无缘得见，故不识其真面目。我有异议，这东西虽然是宋制，但线条略显笨拙，尤其是连瓣的弧度不够流畅。当是明清时期地方窑口仿宋的普通青瓷。就是，看你现在还怎么说。我就知道他不过就是装腔作势罢了。器型是极致的含蓄，你们觉得连瓣线条笨拙？错，这是北宋顶级审美，大道至简，大巧不工。这每一瓣弧度的微妙变化都经过精心计算，追求的是视觉上的绝对平衡与手感上的温润契合，而非简单的流线漂亮。此物捧在手中，重量分布完美，重心沉稳，仿佛与手掌天生契合。这是融入宋人哲学思想的器物，以超越单纯的工艺，达到了道的极致。小伙子，你说的确实可能性很大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再鉴定一番呢？请问您是？我是海外的龙国文物博物馆首席鉴定师，你们叫我沈老就行了。这证件是真的？您真的是鉴宝师？李伟，让我看一下吧。啊，这是真品呐！这确实是真品呐，至少价值50个亿。原来真的是真品呐！天哪，刚开始第一个拍品能隔着这么远距离就能看清是假的，第二件又力排众议看出真品，此子的眼力恐不如斯啊！这还说啥呢？这简直是鉴宝界的真神啊！我不服，凭什么？他不就是一个屌丝外卖员吗？凭什么眼力这么好？呀，大哥，人家专家都说这是真的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觉得是假的？就是再无脑也要有个度吧，我们都服了，你还痴迷不悟呢？哎，我看这王火就是个没什么文化的黑社会。这里是拍卖会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来的地方，不是什么小混混都能进来的。但你们敢说我是小混混？你们给我走着瞧！王虎，现在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还记得赌约吗？我跪下，磕头认错，然后给我20亿，1分都不能少。对，不能少，要不然你走不出这个门。王虎，我们受够你了，你今天不这么做，必死无疑。你们要干什么啊？你们不要过来！李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请你原谅我吧。废话少说，20个亿。很好，现在你可以滚了。走。李伟，你真厉害，今天一天就赚了70个亿。还好，这多亏沈小姐最初给我引荐进入的协会，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？就你嘴甜，今天你必须请我吃饭。好，我请你吃最高级的餐厅。马上就到了，我订的餐厅就在前面。哼，今天哪儿也去不了了。李伟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王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李伟，我要宰了你！当众羞辱我，还敢让我赔20个亿，还让老子给你下跪道歉！今天你必死无疑！什么叫当众羞辱你，坑你20亿？这赌约可是你自己答应的。再说了，这个钱掉在你手里也留不住，那不如给我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弄死他！出事我担着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打死他！别丢了虎哥的人！给我上，干他！不自量力！还有谁？还有谁啊？大哥，他好像很能打。大哥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今天先放他一马。今天要是谁废了他，我奖励谁1个亿！我没听错吧？那可是1个亿啊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这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！死不悔改！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客气了。他太厉害了，我打不过他。一群废物！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王虎，其实我没想杀你，我有别的办法来惩罚你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已经收集好证据，并且已经报警。你试图谋害我，就进去蹲几年牢吧。你也收我小弟了，你也得进去。就是李伟，你报警你也捞不着好。一群法盲，老子这是正当防卫。不许动！爆头！你就是王虎吧？你涉嫌暴力威胁他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起来，走。李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这下彻底扫除了王虎这个危险。走吧，今晚去我家，我奖励奖励你。喂，李伟，快来救我！赵四海发现了我爸的病好了，现在带人围了我们。放心，我马上到。佳怡，我这边还有事，等我结束了我找你。好，姐姐懂事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哎，爸，别怕，李伟马上就来，我们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王海燕，开门！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蛊虫是我下的，那就别装了，出来，赶紧把王氏集团的股票给我！海燕，别管我，找机会跑！赵四海心狠手辣，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爸，我不跑，我要陪着你。李伟说他会来救我们，他就一定会来的。赵四海，你敢动海燕一根手指头，我定让你付出代价！给我撞，把门撞开！今天必须把人给我带回去！你来的倒挺快啊！怎么想英雄救美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你管不着。赵四海，放了他们。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否则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哼，后果自负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把他一起拿下！李伟，李伟，我跟你拼了！
赵四海，我说过别碰他们，你不听。没有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不服。你不服有个屁用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收集了证据，给海燕父亲下毒，还带人威胁他们。你下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。立伟，别这样，我知道错了，饶我这一次啊！现在想求饶啊，晚了。别杀我，我知道一个价值1000亿的宝藏，你放了我，我告诉你。你觉得我会信你这种反复无常人的鬼话？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爷爷以前是盗墓的，他把搜刮了一辈子的宝贝藏在了一个地方。那宝藏有古董，有黄金，还有从皇宫里弄出来的珠宝，总价值上1000亿。赵四海，你以为我傻吗？如果真有这东西的话，你自己不要，反而现在给我。那个地方有机关，我进不去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们一起把宝藏拿出来，一人一半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你就永远找不到这个地方。上1000亿，这孙子说的要是真的，那可就真的赚大了。就算是假的也没什么损失，反正这孙子现在在我手里，跑不了。把地址给我，不然我现在就收拾你。这是我爷爷当年留下的藏宝图，还有笔记，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我信你一次，但是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不敢，我绝对不敢！我这就带你去，现在就去。海燕，这个人我先带走了，你照顾好父亲。好，李伟，我在家等你回来。好。这孙子竟然没骗我，他爷爷竟然真的藏了1000亿的宝藏。就是这里了，不过想要打开宝藏，就必须鉴定柜台前的这3件古玩，全部鉴定正确，石门就会被打开。如果错一个，整个地下室的炸药就会被引爆，我们2个都跑不了，都会被炸成灰。这孙子不会是想坑我吧？这3件宝贝都是我爷爷对后人留下的考验，没有他眼里的人没资格碰这些宝藏。李伟，你要是见错了，大家一起死，这太危险了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，命重要啊。这孙子演得还挺像，一般人可真被他吓到，但我有透视眼啊，怕什么？不就是鉴定3个古玩吗？我还不信了，这能难住我？李伟，你要是没把握，我们就走吧，真的太危险了，我还不想死啊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这3个东西我还是能看明白的。这第一件汝窑天青釉盏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宋代的珍品。当年我把这宝贝的照片给大师看过，大师就说这是宋代汝窑，值好几个亿。难道这小子刚上来就看出来了？那这是真的？不对，这不是宋代的，这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仿品。什么？雍正仿的？这釉色看起来和汝窑的天青一模一样，但是宋代汝窑的釉是那种雨过天青的釉，里面有细微的气泡，叫做寥落晨星。而这个虽然仿得很像，但是气泡太过均匀了，是清代的配方烧出来的。这东西的价值虽然也不低，能值个几百万，但是绝对不是宋代的汝窑。当年大师可是花了3天时间，都没看出来这是仿的，这小子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第2件宣德炉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现代的仿品，因为宣德炉的仿品太多了，而且这个看起来做工很粗糙，黑乎乎的，一点都不起眼。当年大师说这就是现代仿品，几十块钱的垃圾，难道这小子也这么认为？那这是假的？不对，这是真正的明代宣德年间的珍品，而且是皇家用过的。什么？
这破炉子真的是宣德炉？这炉子看起来黑乎乎的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都埋在地下，氧化了。你把它擦干净，就能看到里面的铜质是封膜铜，12炼的，这是宣德炉才有的材质。这个底款虽然看起来很粗糙，但是这是当年的简地洋文款，字体是典型的宣德年间的馆阁体，现代仿不出来的。你是超人吗？这都能见得出来？那这件呢？第三件是最难的，我不信你连这也能见得出来。第3件这个扇面没有落款，笔墨看起来很普通，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个普通人画的，不值钱。没错，这第3个，我当年找了5个大师都没看出来这是什么，这小子能看出来？那是什么？这是元代赵孟俯的真迹《秋江带渡图》的扇面，只是因为年代太久，落款被水渍给盖住了，所以没有人能看得出来。你确定？这东西要是见错了，我们2个都要死。我的眼力绝不会错。那我们往上放吧。宝藏，真的是宝藏，上千亿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这么多财富足够我东山再起，甚至比以前更有钱了。只要杀了李伟，这些财富就都是我的了。这孙子果然想暗算我，幸好我有透视眼，能看到他衣服里藏的枪。赵四海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你这点小心思，在我眼里跟透明的一样。李伟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些宝藏都是我赵家的，你抢我赵家的财富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宝藏是我打开的，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别杀我，李伟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跟你当牛做马，你放了我吧。碰瓷儿是吧？我还没杀你呢，你就自己撞死了。简直是个人才。有了这上千亿的财富，够我做很多事情了。嘿。你上次去的那家店，真的不错的。李伟，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就是，昨天赵四海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赵四海那孙子阴得很，你没出事吧？哎呀，我没事儿。不过，赵四海已经死了。怎么了？你杀的？怎么会呢？是他先杀我，结果我一下躲开了，他就一下栽在地上摔死了。不过倒是给我留了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一份价值1000亿的宝藏，都被我藏进了保险库里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么多黄金，还有那些古董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我想好了，我呢准备开个公司，做投资，做古玩，做珠宝，还有房地产。到时候你们3个就来我公司上班吧，我们一起创造我们的商业帝国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大做强。那我们就一起干一番大事业。干杯！